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白学弹唱系列。今天呢，我们学习这本书《How to Play from a Fake Book》这本书上第19页上面的这首歌曲《Anytime》。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这个系列视频的话，加上如果你没有钢琴或者五线谱基础，那我建议你从第一集 Aura Lee 开始看，这样的话比较有连贯性。那么在讲这首歌以前呢，我把这个乐谱当中我们还没有学到过的五线谱知识呢，我单独拎出来讲一下。第一个呢，讲它的调 key signature。如果你看到在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的旁边，如果有一个这个 sharp sign， 一个 sharp sign， 那么这个调呢就是 G 调、G 大调，或者是什么 E 小调。那么这首歌曲呢是 G 大调。第二个呢，是我们最后一行、最后一小节，它有一个2分休止符。2分休止符呢，英文是 half rest。那么我想强调的，因为前面我们学过了那个全分休止符、全分音休止符 whole rest。那么这个 half rest 有什么区别？这个很容易搞混哈。那个 half rest， 你看到线这个一条线是在下面，它实际上是基于就是高音谱或者低音谱的第3线，第3线的上方，它加一个横杠，加一个这个粗的横杠，那就是 half rest。如果在这个第4线的下方呢，这个就叫 whole rest， 就是全休止符。那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比较出来的呢，就是说你看到最后一小节，你看到那一小节当中还有一个2分音符在，那它这个休止肯定是2分休止，对不对？如果你那个小节它是4/4拍，如果那个小节是空的，只有一个休止，那你就是全休止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区别的办法所以这个呢，在五线谱上呢，就是比较容易混淆。一个呢 whole rest 是在4线的下方有一个这个粗的横杠， half rest 呢是在第3线的上方有一个横杠。那么还有一个五线谱的知识呢，是这前面我们几首歌没学到的，那就是第4行上面 I'll be thinking of， 那个 thinking of 就是那个有看到你3个 quarter note， 但是上面呢有一个括弧一样的，然后写了个3，那么那个呢就叫3连音3连音。3连音呢，这个英文呢是 triplet。 那么这3个 quarter note 实际上是2拍的值，你要把这个3个 quarter note 把它就是唱成是2拍的3等份，有的时候比较难掌握但是就是那个意思。那因为这个谱号旁边有一个 sharp sign， 这个是 G 调，这个 sharp sign 呢是这个井字号是跨在这个 F 线上面的，低音谱号也是跨在 F 上面，所以凡是碰到 F 的时候，你就要弹到 F sharp， 那它在谱子当中就没有额外标出来了，你就要反映出来，凡是看到 F 这个音，你就要弹 F sharp。那下面我讲一下这首歌曲的4个新和弦。第一个呢是 E 和弦，E 和弦就是 E G sharp and B， 然后它的转位也是一样要习惯了这个转位好，第二个和弦呢是 A 和弦，A 和弦呢是 A C sharp E。那么这个书当中呢，它是用了第2转位，因为 A 在当中嘛，实际上是 A 和 C sharp E 这3个音组成的，你看低音谱就知道了好， D 和弦我们上次说过了， D 和弦是 D F sharp and A， 所以这个你看 D 和弦那个低音谱上它是跨在那个 F， 它实际上是用的第1转位。那这个 F 它没有标出来，它旁边没有再有井字号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这个谱号凡是碰到 F 的话都要弹 F sharp。 好， G 我们学过了， G 就是 GBD， 或者这个是转位，对吧？ C 也学过了，
它这里用的是第2转位。还有一个新的呢和弦呢是第4行的B 和弦。B 和弦实际上是 B 升 D 和升 F。那然后比如说它的转位，你这样用也可以，还有这样也可以，对吧？那么这个地方是书上的是用的是第2转位。我们这个转位是不一定按照书上来啊，不一定按照书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4个新和弦，那包括以前学过的 G 和 C， 总共运用到了6个大3和弦。把这个6个和弦把它这个音记熟了，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弹唱了。这一首曲子呢，右手负责和弦，左手打节奏。那当然右手也要会打一点节奏啊。我先把整个和弦快速的过一下啊。1和弦 A 的第2转位 D， G 的第2转位 C 的原位 G 的，然后 A D E A D B E A D G。 左手呢你能够如果撑的话呢，撑一个8度，如果不行你就用拇指弹一个音。那这个当中律动怎么弄呢？我这次安排有2个方法啊。一个呢就是最简单的，像我们以前学过的1 2 3 4 1 2 3 4，就是说这个手是1打2打3打4打1打2打3打4打1打2打3打4打，然后右手就打拍子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比如说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开始唱，我就唱前面一小段啊，因为大家可以去练，就是这样弹。那么如果对这首歌不是太熟悉的话呢，我把那个我听过的一个版本，我把它放在视频的下方可以参考一下。我再说一个这个 Annie 呢，它这个是4/4拍，但是前面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2拍，实际上是第3和第4，它省略了一个第1和第2。那这种形式呢，开始呢叫弱起小节，就是一般来说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小节，不完整的小节一般都是弱拍它真正的强的是在 time 上面是第2小节的第1个字Anytime you feeling lonely, anytime you feeling blue, anytime you feel downhearted, that will prove your love for me is true。 好，就这样练这种节奏，单纯的这种节奏我们已经弹过很多首歌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想学一点新的话我建议按照我下面这种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就是我们把2个小节并起来一起来练，就是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这样就是第4是一个左手的动一下，5 6的时候这个右手来一个强拍，8再来个轻的，1 2 3 4 5 6 7 8，我们连起来Anytime you feeling lonely, anytime you feeling blue, anytime you feel downhearted,
hearted that will prove your love for me is true。我就把整首歌用这个呢示范一下，可能我还会再随意加一点啊，因为我弹唱起来有的时候很随意的，所以万一我随意了别见怪啊。但是你们练就是这样练。Anytime you feeling lonely, anytime you feeling blue, anytime you feel downhearted, that will prove your love for me is true. Anytime you're thinking about me, anytime I'll be thinking of you, anytime you say you want me back again, that's the time I'll come back home to you。 好，那这首歌呢还可以前后呢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比如说前面半段比较抒情的比较缓慢的，那么后面呢稍微加快一点的速度，更随意一点的一个律动。还有一种方法呢，左手用根音和五音的交替，然后就像我们第2集那个 Oh Susanna 那样。Anytime you feeling lonely, anytime you feeling blue, anytime you feel downhearted, that will prove your love for me is true. Anytime you're thinking about me, anytime I think of you, anytime you say you want me back again, that's the time I'll come back home to you。 好的，这就是这首 Anytime 的学习。Have fun， 拜拜。